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2025古装剧演技天花板男主 TOB10，肖战登顶，谁是你心中的白月光？2025年的国产古装剧市场堪称盛况空前，既有流量明星的持续发光，也有实力演员的稳扎稳打，更不乏新晋面孔的惊艳亮相。在这一年中，一大批高质量古装剧接连播出，男主角们纷纷以令人惊喜的表演交出答卷。不论是美强惨的虐心设定，还是风骨卓绝的侠义人物，观众不再只看颜值，而是更加关注演员是否能真正演活角色，是否能以情动人，以技服人。近日，一份由网友自发票选的古装剧演技最佳男主 TOB10榜单引发广泛热议。这份榜单的出现，不仅是一场民间的审美投票，更反映出当前观众对于演员业务能力的全新评判标准，演技才是让人真正上头的核心竞争力。第10名，张凌赫古装新贵，气质出挑担上带打磨。凭借《苍兰诀》《宁安如梦》以及今年的《度华年》等古装剧，张凌赫已然成为95后男演员中古装扮相最受好评的人选之一。高鼻梁、长眉骨、清俊面容，自带贵公子气质，许多观众将他称为有少年感的贵气美男。然而，其演技仍存在两极评价，有观众认为他眼神有戏，表演酥感十足，也有声音指出其表演略显青涩，层次不足。不过，在待播剧《逐玉》中，他将挑战更为复杂的多重角色，而该剧由曾指导《九重紫》的导演曾庆杰操刀，也让人对他能否借此真正实现演技突破充满期待。第9名，敖瑞鹏锋芒初露，潜力值得期待。作为95后男演员中的一匹黑马，敖瑞鹏在与白鹿合作的古装奇幻剧《白月泛星》中饰演极御妖王范月，令许多观众眼前一亮。这个角色设定颇有东方青苍式的经典反派魅力，外表冷酷，实则深情专一，既有王者气场，又具情感深度。敖瑞鹏虽然尚属新秀，但在情绪爆发、眼神转折等细节处理上已有明显进步，被不少观众视为值得养成的潜力股。业内评价他是未来可期的古装男神候选人。第8名，王一博不断拓宽戏路的沉默实力派。王一博的古装代表作首推《陈情令》中的蓝忘机，高冷寡言却情深不渝，其演绎虽内敛但张力十足，赢得了大批剧粉的喜爱。之后在《有匪风起洛阳》中，他又尝试了不同类型的古装角色，表现逐渐成熟。而真正让大众开始关注他演技转变的，是2024年播出的现代谍战剧《追风者》。剧中，他面对情感爆发的处理和人物情绪转化的层次感，被业内称为显著进步。这也让人对他未来在古装领域的新作品有了更多期待。第7名，李云瑞少年将军，古韵盎然。作为新晋古装男神，李云瑞在《九重紫》中饰演少年将军宋墨一角，凭借英挺的外形与沉稳的演技吸引了大量关注。该角色横跨两世，情感极其复杂，既有少年时期的锋芒与执着，又有后世的悲情与深情。李云瑞通过细致入微的眼神戏与姿态调整，精准拿捏出角色的情感脉络，被观众盛赞眼神会放电却不油腻。他被认为是古装领域最具古韵气质的青年演员之一。第6名，谭健次演技细腻，深情动人。谭健次在《长相思》中饰演九头妖香柳防风背，一人两面，演技层次感极强。这个角色复杂到几乎难以驾驭，既要表现军师的权谋智计、内敛坚毅，又要诠释风流贵公子背后的隐忍深情。谭健次凭借眼神与气场的精准表达，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特质无缝切换，
尤其在不动声色中传递的爱意，让观众直呼太会演了。不用说爱，眼神里就是爱，这句评价正是对他表演最贴切的总结。第5名，丁禹兮疯批演技，张弛有度。丁禹兮在《永夜星河》中饰演并交腹黑的木生，将疯批男主演得令人信服。这类角色稍有不慎便会落入表演过火的窠臼，但丁禹兮凭借扎实的台词功底与丰富的面部表情控制，让木生这个角色既充满神秘又令人心疼。他在淮水竹亭客串出演时，还挑战了一人分饰2角的高难度角色，仅凭眼神变化与肢体语言就清晰区分真假家主，其演技深度获得业内广泛认可。第4名，任嘉伦眼神会说话的古装男神。演技派的代表人物任嘉伦，从《大唐荣耀》开始便奠定了其古装男神地位。在《无忧渡》中，他饰演的捉妖师宣烨外表高冷毒舌，实则背负灭门之仇，与女主半夏之间的情感纠葛层层递进，情绪饱满。尤其是他看女主角时那种带电的眼神，不仅令人沉醉，也成为该剧最具 CP 感的名场面。任嘉伦用眼神塑造人物、推进剧情的能力，在当代年轻演员中实属佼佼者。第3名，成毅古装剧的情绪管理大师。成毅的古装之路堪称高开稳走，从琉璃中的司凤到沉香、如屑中的唐周，他擅长演绎角色内心的挣扎与转变，在情绪爆发戏中尤为出色。在《莲花楼》中，他饰演的李莲花将江湖高手的豁达与隐忍诠释得极为生动，整个人物仿佛从纸上跃入现实。他在待播剧《赴山海》中再次挑战一人分饰3角的高难度任务，涵盖少年义气、暗黑反派与温润书生3种风格，令观众对其表演充满期待。第2名，刘宇宁用压迫感征服荧屏的非科班演员。刘宇宁虽然出身歌手，但在演艺圈打拼数年后，终于凭借扎实努力赢得肯定。在《折腰》中，他饰演魏家家主魏少，将一个乱世权谋者的冷峻、深沉与霸气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那189公分的身高与沉稳气场相得益彰，无需多言即可传达角色威压。更可贵的是，他懂得节制情绪，用细节展现角色内心，而不是表面化的耍帅。从长歌行到《折腰》，他的每一步都在进步，也证明了非科班出身同样可以凭演技逆袭。第1名，肖战从流量到实力的完美进阶。作为此次榜单的冠军，肖战用实力打破了流量明星无演技的刻板印象。从《陈情令》中的魏无羡到如今《藏海传》的藏海，他的演技在进步，更在深化。尤其是在《藏海传》中，他饰演的藏海身负血海深仇，又被命运裹挟，始终游走在理智与情感的边缘。肖战通过眼神变化、声调控制、肢体语言等多种手法，细腻展现人物从隐忍筹谋到情感崩塌的全过程。观众直言，他不用说话，眼神就是全剧的台词。他与女主角香岸图之间的情感线更是精彩绝伦，不依赖台词堆砌，靠的是一个眼神。一抬眉，一丝颤抖的嘴角，就足以传达出千言万语的深意。这种表演层次，不只是技巧上的成熟，更是角色理解与情感共鸣的自然流露。肖战以《藏海传》彻底站稳了演技派男主的位置。这份古装剧男主演技 TOP10榜单，虽是网友投票得出，却真实反映出当下观众对演员的审美转变。外形可以吸引眼球，但演技才能留住人心。在这个颜值不是唯一通行证的时代，只有真正懂角色、能塑魂的演员，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古装剧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。未来的古装剧世界，或许会更加依赖这些演什么像什么的实力男演员去开疆拓土。而你心目中的古装演技王者又是谁呢？